现在我人在机场 KLIA 2，你们看到标题的话就知道我是会做 review for Suunto Race S。首先要非常感谢Suunto Malaysia 提供了这只手表给我测试使用。现在我人在机场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准备出发去韩国首尔。这个礼拜天呢，我有参加首尔马拉松，所以我会在那边带上这个Suunto Race S 去比赛。大家记得看完这支影片。我拿到的这只手表呢，简单介绍一下，它是Suunto去年出的Suunto Race S。因为昨晚我刚 charge 满，然后现在的电量呢，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应该是99%。然后因为我这次的旅途呢，不只是去首尔，我首尔马拉松跑完了过后的隔一天，我就飞去日本，在日本再玩多几天，再回来，总共的行程是大概10天左右。那这一次的测评呢，我不想要只是简单的开箱或者是简单的讲解，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上网 YouTube 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开箱。其实我更想要带出的是用户的真实感受。首先呢，这个手表非常的漂亮，这个是 Power Orange 的颜色，表带上面有印上Suunto的这个字眼，然后而且它的 screen 是 AMOLED screen 来的，我觉得是蛮漂亮的这只手表。我们终于到韩国了，안녕하세요。这一只手表Suunto Race S 现在的电量剩下93%，基本上昨天我只是像基本带，然后过后睡觉的时候有带，超过24小时了。而且昨天半夜1点我才入眠，今天早上6点多就起床，所以昨天的睡眠只是5个钟左右而已，其实是不够睡的啦。然后希望今天可以睡多一点，因为明天要跑首尔马拉松嘛。准备去首尔马拉松，然后我的手表的电量还剩下87%所以看完跑完这场全马过后会剩下多少%？应该是3个小时多，而且现在的外面的天气是4到5度而已，还下毛毛雨。希望等下的首尔马拉松可以表现得很好。现在吹大风，超级冷。나오세요.小便，今天很冷啊，小便，继续上菜。那现在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只手表Suunto Race S 在这个首尔马拉松它的表现。我觉得 GPS 手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GPS 的准确度。如果它的 GPS 不准的话呢，它再给你更多的 feature 都没有用。那这一只Suunto Race S 呢，它搭载了 Dual Band Frequency， 也就是说它能够同时间接收2种频率的 GPS 信号。L1 和 L5， 简单说明呢，这个 Dual Band Frequency 的技术呢，就是能够提高你的 GPS 定位的准确度，尤其是在城市内或者森林山区。除此之外呢，它也能够以更短的时间找到 GPS 定位。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Suunto Race S 在首尔马拉松的表现。首先，我们先打开Suunto的 App。找到我的那个首尔马拉松的资料，这个就是我首尔马拉松当天跑的那个 GPS data。这里可以看到我总共用了3个小时08分48秒。那 distance 呢是 42.33， average pace 4分钟27秒， average heart rate 是160。那这一场首尔马拉松呢，它是 Platinum Road Label， 也就是白金标赛事，所以这一场赛事它的distance 肯定是准确的。那我这个手表呢记录到 42.33， 准确来说一场全马的 distance 呢是 42.195， 那我这边呢是记录到 42.33， 也就是大概微差了差不多130米，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以内。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的 GPS data 到底它记录到准不准。当天的起跑点呢是在这个光化门，然后过后一路呢这里前面的前半程呢都是在市区内，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它都是蛮准确一下的，都有 on point 在那个 route。在这个第1K 的时候，感觉上它是好像跟那个马路有一点偏差，没关系，我们是打开 satellite map，
从 satellite map 来看的话呢，其实它是在那个马路上是有 track 到正确的。基本上在市区里面这样看的话呢，我觉得 distance 都是蛮准确的啊。可能是有时有一些高了的时候，好像是这一 part 的时候，你注意看哦，我的 GPS 有飘了一点。可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它的 GPS 是蛮准确的，没有什么跑。好像这里呢有特别多高楼，可能它就会有飘了一点点它的 GPS。那大致上呢都是蛮准确的。然后这个是过那个汉江，都有在点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孙多 Race S 呢，在这个首尔马拉松的表现呢，其实是蛮不错的。它基本上大部分的路线呢都有定位在准确的地方，所以不会飘很多，而且它的 distance 其实也是偏差那100米左右而已，所以其实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还有就是这一只手表呢，在我的全程的首尔马拉松3个小时08分，它耗了17%的电量。也就是说，每一个小时它大概耗了差不多6%的电量。对我来说，1个小时耗6%的电量，其实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而且当天是冷的天气哦，因为通常 lithium ion 的 battery 呢，在冷天的时候，其实它的电量呢会耗得更加的多，相比起热天，比如说你在20度、30度的天气跑的时候，你的 battery 其实可以耐更久。这个孙多的 app 呢，它也能够自动的 generate 一个 running 的 video。based on 你的 GPS map， 就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 map， 我按 play， 你就可以看到你跑的那个时间点跟那个路线，然后它会 create 出一个 video，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video 直接 export 出来，然后上传到你的 social media。那之前呢，我是用那个 Relief 的这个 app， 可是现在如果你有就是用这个孙多的 app 的话，孙多的手表的话，你可以直接从这个 app 里面 export 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有时我的跑步的那些视频啊，我也是从那个 Relief 的 app， 那现在有这个孙多的 app 的话，我就不用从那个 Relief app 那边 export 出来。我们把车停在这边，然后前面就是富士山。哇！我现在在富士山这边，我住这个民宿，看，给大家看。然后我的手表的电量呢，还剩下54%。我第一天来到首尔的时候呢，是100%嘛，所以我第一天是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二，所以总共是5天了。这个54%里面做了什么呢？就是平时的 tracking， 然后首尔马拉松跑完整个全马42K， 然后还有昨天晚上我们有上了那个 Arakurayama Sengen Park， 中文叫什么？新昌山浅间公园。哇，那边上面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所以我带着这手表，我走上去我 track， 然后我走回下来我 track 哦，总共大概是1个公里，可是我们这样上下大概花了1个小时吧，我那边就花了1个小时，所以我这个手表的 GPS 应该是整共 turn on 了差不多4个小时多左右。What the fuck？ 哇 ！Oh my god！ 我录到一半下雪哦，下雪哦，富士山这边下雪现在。然后大家有时好奇我出国啊，不管是去台湾啊，或者是去欧洲啊。然后我是怎样知道当地有什么路线可以跑的呢？首先你先打开这个孙多的 app， 然后你去到它的 home page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你最近做的 activity， 你选下面的 map， 然后你来到这个 map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现在的 location 哦。好像现在我是在富士山的河口湖这边附近嘛，它上面这边有 2D map outdoor， 我通常会怎样看呢？首先你这个 heat map 这边按 running，看你的 map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黄色和橙色这样的路线。所以这些黄色跟橙色的呢，就是代表这个路线呢有很多人跑过或者是走过，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些路线这边选择你要跑的路线哦。所以要怎样呢？你点一下这个，然后它就会跑出来，你选这个 popular routes running。你看它有 suggest 你附近的 routes，A routes 跟 B routes 啊。A routes 呢7.5K loop 这个小圈，然后 B routes 呢
loop 比较大圈的整个河口湖15K。From 这边呢，你就可以 edit， 然后你可以点 Use in Watch， 然后你按 Save。App 呢就会自动把这个 GPS Map 传送到你的手表，之后到时你跑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手表 navigate 跑你要跑路线。我觉得这个功能在这个顺多 App 里面是非常好用的，而且还有包括 Heat Map。有时你不知道什么路线是比较多人跑的，所以有这个 Heat Map 的话，你就知道哪一条路线是比较多人跑。如果你不要用回那种 preset 的 route， 比如说今天我要自己 set 那个路线，我不要跟着那种已经别人 set 好的 preset 路线我就点我自己，然后我按 set at start for route。你可以选 all type of road free drawing， 之后我就选 any road 然后我就点下一个点，你就可以顺着这个路线一路的跑。OK， 我比如说我点河口湖，你看它就可以直接从你的住宿的地方跑到河口湖，然后你可以沿着这些黄色的比较多人跑的路线，你就可以一直 tap。所以 basically 你要去哪里，你就按转一圈。比如说我现在回到去原点，现在我 set 的这一个是21公里嘛，过后我就按单，这个我 set 好的路线我可以直接 use in watch， 我就可以 save 进我手表，这个是我自己 customize 的路线，然后我就可以跟着这个路线我就跑咯。原本是打算明天早上跑的，可是我看天气预测说今天晚上会下暴风雪，到明天早上都会下，所以明天早上应该是跑不了，我只好今天傍晚跑。而且现在天气非常好，气温大概是4度到5度左右。我给大家看我要跑什么路线，哪里转左转右。这个是 GPS Map， 所以我对着这个方向可以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还剩下 8.8K， 然后这个就是富士山景。漂亮吧？我还没有开跑之前呢，我就在我的顺多 App 先预设我这一次跑的路线，大概是10个公里。因为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富士山的河口湖，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是很了解当地的路线。不过幸好的是能够在顺多 App 里面预设这些路线，在跑动的过程当中，我只是需要跟住手表的指示转左和转右。9.86，终于回到我住的这个民宿。我住这栋 villa 整栋，过了10K。现在我人在东京的这个皇居附近跑步，我会跑这个皇居的一圈。在我还没有跑之前呢，我就在我的顺多 App 那边已经 set 好那个地图，然后 save 在我的手表，所以等下我就跟着我的手表的 map， 跟着那个方向去跑，然后你就可以看着你的手表的 navigation 转左还是转右，你就跟着它去跑吧。在开跑之前，先做好热身准备。说真的，当你懂得如何去用这个顺多的 navigation 的话，基本上你到一个陌生地方跑步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迷路，因为它就像你的 Google Map 和 Waze 一样，它会带你到你从来不敢去的地方。OK， 刚刚已经跑完了6个 K。然后我这个旅途差不多要结束了，我的这个顺多手表从第1天传到今天今天是第9天然后明天我就会飞回马来西亚，明天第10天，然后我的手表跑完了刚刚的皇居的6个 K， 现在还剩下18线而已，18线，哇，就是说可能还可以顶完今天到明天都没有问题总共10天的旅程这个手表完全不用 charge， 可以打鼾到完。而且这个10天里面不是普通的走吧还是包括跑首尔马拉松，有一个是在富士山那边的那个塔，我们有开1个小时，富士山附近的湖河口湖跑1圈，然后今天皇居又跑1圈，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我用了5到6个小时的 GPS， 而且是全部开完的 Dual Band， 然后 Heart Rate 全部是开完的，到今天还剩下18线，我觉得它可以打鼾到明天我回马来西亚才 charge。 这只手表实测下来，你如果出国玩，完全10天不需要带 charger， 而且我这个手表戴了10天我觉得它的表带是非常舒服的，然后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痒还是什么敏感的问题，然后整个也不会讲很重这个手表，因为我之前戴的手表是比较大个的，会比较重一点，这个手表戴起来其实是蛮轻，然后也非常适合女生的手，
因为它也不会讲很大个，而且它的表带你看非常漂亮吧，这个颜色，还有写上孙多的这个字眼。好啦，这个就是我测评这个孙多手表的视频啦。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按 like、subscribe and share。我们下期见，拜拜。